作为4大菜系，粤菜中的重要组成，潮菜可谓涉猎广泛，做法纷繁。潮菜饭店遍布街巷，乱花渐欲迷人眼。如果求助科技榜单，便会发现一家勤奋潮菜榜上有名。潮菜发展能上得厅堂，当然也能下得排档，但要称得上一流中的一流，精品中的精品，可能还得是老板这张敢吹的嘴。大众点评上看到的评分比较高，往上。但是我以为来这边，它起码会门面会好一点。然后当时过来看了一下店铺，哎，好像很小，还有点不太敢进来。也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点虚。环境就稍微比较差一点，但是出品是绝对是酒楼的出品。这便是号称精品高手的大厨黄阳奋，也是招牌上的勤奋本分。奋哥的自信就如其名，来自于深耕多年的勤奋和一直做到5星级酒店主厨的认证。为了这家小店，5星主厨奋哥更是配备了5星级的小厨房。等一下，怎么这5星级的连个帮厨都没有啊？这也太勤奋了吧！这家来首先都感觉很奇怪，为什么一个人又要兼职厨师还要搞前台我在这里吃饭买账还要找他？我觉得这小老头怎么那么奇怪？对，他们不顾人了吗？我高峰一天都是一个人站在楼上，就是要快。这个忙碌我也是应付着来的。精致出品更是顶级摆盘，什么都难不倒5星主厨的手眼。这是我黄阳奋绝招泡过冰水的蒜苗来的嘛，又脆又甜，又可以吃，又可以摆花。从选材、烹饪，再到上菜收钱，奋哥一人从后忙到前，手艺精心，服务贴心。按互联网的话就是全链路单人定制服务。慢慢吃，不可以。鸟啊，比方。这家店的装潢就比较简单一点，但这菜确实是很惊艳。出品非常好，是给人比古川。它摆盘也是挺有特色的。这个上来我也研究了一下，它这个虾它是炸的，炸的它会流油，流油这个油它要是浸的呢，口感肯定不一样了。完了这个你看下面油就出来了。这个虾外酥内嫩，我刚才一口气吃了5个。小馆都有大厨啊，就是有一个深藏不露的感觉。口味一流，勤奋炒菜绝对杠杠。坐下，生意兴隆，坐下。这份手艺源自多年前的勤奋。为了儿时的梦想，奋哥初中后便辍学，跟姐夫拜师香港大厨。历经多年，终于练就一番手艺，成为潮菜大佬。所以講咩嘅？這排菜我介紹啊。拜就是毛河蚌。睇啲古仔。鲍鱼撈飯，各式港片里的经典，看似简单，却被勤奋推为王牌。喝口热茶，下面会是一场精彩的奋斗表演。鲍鱼的品级按头算，依照港式计量，1司马斤约等于600克，而每600克有几颗鲍鱼，便称之为几头鲍。作为一只100克上下的6头鲍，拿来就做份捞饭，
还有些奢侈。做鲍鱼是个精细活，先要去除内脏，清洗裙边黑膜，再逐个切成5毫米的均匀薄片，这才只是第一步。贵为海珍之冠的鲍鱼，肉质细嫩，更富含谷氨酸这一天然鲜味物质。若要呈现这份鲜美，关键在于如何搭配。鲍鱼本无味，鲍鱼饭要好吃，秘诀在于灵魂捞汁。用老母鸡、大骨、鲜肉吊汤，小火慢煮。片片鲍鱼与捞汁亲密接触，胶原蛋白充分释放，鲍鱼自身更吸满了鸡油与骨香。一直到鲍鱼呈现胶状，便达到了体验鲜味的巅峰状态，口感黏糯，味道醇厚。别急着动筷子，5星主厨说他还要卷。热锅下油，下虾仁、蟹肉、黄瓜、玉米等配菜，炒至断生，再勾芡收汁，盛盘备用。传统捞饭也就配1碗白饭，但在奋哥的5星级厨房里，米饭也能卷。顶级的鲍鱼更要配干香金黄的皇帝炒饭。期待已久，终于等到石锅上火，炒饭打底，等候锅巴慢慢养成，再浇上配菜，提升颜值与价位。他甚至还专门准备了煎脆的蛋皮，丰富口感层次。最后浓郁的鲍鱼捞汁画龙点睛，这早已不是鲍鱼捞饭，这是上流。这要吃到有锅巴了，吃到焦味之后，你放一下，不然的话就焦了就会笼底了。依靠广式煲仔的技法，一碗港式捞饭硬是备出了香脆的锅巴，浓稠的捞汁浸透各处，不用担心捞汁冷却粘口。在石锅温暖的怀抱下，无论是软糯的鲍鱼还是各式配菜，都可以慢慢享受。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那个鲍汁都有渗到饭里面。鲜虾、鲍鱼，甜美的一些蔬菜，所以吃起来既清新又有一些甘甜。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比较奇特，它会很多种东西混合在一起，衬出这个饭的香。老板他也说了，他思路就是创新。那不，这叫海纳百川。对。勤奋的炒菜，坚持在传统菜品的思路上，对用料和工艺进行让同行绝望的全面升级。这2年疫情到来，游客锐减，勤奋哥再勤奋，也敌不过每日冷冷清清3两桌的现实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奋哥只留了1位前厅的服务员。这店的活没人干，只是老板一个人干的。要是老板招这个服务员，老板就轻松一点。朋友也对他这份做菜的理念表示不解。他们3个都有批评，有些不接地气。本身它是大酒店的做法，就是摆盘太复杂了嘛，人家看起来这里有点花什么的，其实这些人家本地吃的不大喜欢。这反正潮汕的东西就是不用那么美观，但是要好吃，合本地的口味就行了。但是你这些都要加上那些七七八八的等钱，成本上来不合算。面对老友的建议与质疑，勤奋早已习惯。自打开店伊始，种种怀疑不断袭来，但他从未把标准放低。放弃5星饭店的主厨帽，回到家乡重新开始，这个疯狂的决定源自于2位姐姐多年前的约定。30岁前，任尔走南闯北，追名逐梦；30岁后，回家尽孝，担起应尽的责任。贝啊，那怎么的？
语文老师，教了一辈子，教了30几年，34年，中文系毕业的。父亲也曾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，一生与笔杆子为伴，没想到独子却独爱灶台前的勺把子。他不喜欢念书吧？不会读书才去学这一个手艺。他喜欢就好了，人都各有志嘛。刚创业，当时是62年的时候，我是准备要放弃这个店了，因为当时是已经也是没钱去交房租了。我爸妈给我2个选择，一个就回深圳打工，第二个我马上给钱，你有没有信心再把它搞起来？面对孩子的梦想与热爱，父亲从未干预，而是选择理解与尊重。一个人是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做得成功就好了。这是自己种的牡丹花嘛，去做我的菜那个摆盘。父亲的支持与观念也成了勤奋坚持的信念。不管周遭怎么看，勤奋都想继续自己热爱的炒菜，即使门庭冷落，依旧秉承那殿堂间的经典与规格。炒菜擅长海鲜，干炸蟹塔便是一道见菜不见肉的老派经典。传统的手工菜就是比较麻烦、比较复杂，老一辈老师傅才做的嘛。现在已经就等于是失传了。越南青蟹煮制后取肉去壳，佐以去壳鲜对虾，以此为主料剁馅混合，再加马蹄、白肉、芹菜等配菜细丁，用蛋清、生粉粘合上劲，再裹上面包糠，捏成一个个宝塔形状，最后插上一只塔顶宝珠般的蟹钳。成菜关键在于油温，火候高低、炸物状态全凭手眼感知。以前老师傅都是用只手在这里。蟹塔轻轻放入罩里，等候着冷热的交替光临。下锅后热油定型，之后则要不断添以冷油，保证油温稳定，才能将蟹塔炸酥炸透。添油频率全凭经验判断，慢了内里未能炸透，外壳便已焦黄；快了外壳不酥，内馅加生。反复交替数次，蟹塔终于出锅。外表鹅黄，内里鲜嫩，一口酥香，不见海产，却已深处波涛。一道中西结合的蟹塔，背里满是精工细作的功夫。外酥里嫩，蟹黄的那种香味，海的味道，有一些海风的气息。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。快餐时代节奏快很多，不像这边做的会比较精致一点。现在潮菜的手工菜消失的太多啊，不是说这些师傅或者是老板不会，他们一定会的。但是这种东西太吃人工了，对现在那个消费环境啊，快餐的时代其实是冲突的东西。做人认真，做事情认真。小丽我看得出她都是从内心做出来。勤奋就要勤奋。炒菜便是这样，在勤奋这样的人手中传承迭代，越走越远。炒菜的核心，与其说是那独特的味型用料，不如说是潮汕厨师们对事业的那份不遗余力、不失本心。